那我在第2章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有讲过这个，就是你做微积分的，大概是把一些变化的东西把它加在一起。不过那个观点我们可能要晚一点再来看。好，我们今天主要是谈这个积分是和这件事情，就是把它就加起来的意思。那幸好是我们定义积分的方式啊，刚好跟我们要应用积分的方式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讲这个定义积分的方式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这个我们称为黎曼河。黎曼河是定义积分的方法，同时也是应用积分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啊，所以这个我们慢慢会用很多例子跟各位说一下。那当然，各位并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件事啊。如果你上的是上一届这一届的高中啊，里面其实有一点点微积分，所以我们就来回忆一下这个最基本的例子啊。通常大家都是想这个例子，我们也不例外。这是一个抛物线，我现在有兴趣的是抛物线从0到1，下面的这块我画斜线的面积啊。我们以前算面积呢，很少，不是很少，就根本不需要用我们现在要谈的方式。基本上所有面积啊，你基本上都是背公式。但是你仔细想一下，你怎么算那些面积呢？通常都会回到长方形。你会算长方形，所以你会算三角形啊。三角形是因为你会算平行四边形，那平行四边形是因为你把它减掉以后，把它补一补变成长方形。那大概都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啊，所以里面很重要的是用到长方形。那这并不奇怪，因为最基本的面积就是用长方形来定义的，正方形、长方形。那所以我们在要算这个斜线的面积啊，其实也不例外，我们还是要利用长方形，不然你有什么可以用呢？啊，因为那些公式都不合，这也不是三角形，也不是四边形，全部不能用。好，所以我们的做法是这样，我们准备呢把这一块东西呢切成很多块，然后每一块呢基本上像一个长方形，然后我们把这些东西加起来，加起来以后呢，至少你不能说你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这样子啊。关于这个斜线的面积，你绝对不能说，因为你没有背公式，所以你什么都不知道，这样子。比如说你第一个，你总知道它比0大吧，哦。然后呢，因为这边有个正方形在这，所以这个面积呢一定比1小，因为这一段是1，这一段是1。所以关于这个事情，这是最基本的事情。好，这时候让我想到前一阵子那个电视上在讨论披萨的题目，好，不是吃的那个，好，是那个数学题目，一堆大人，好，你们都不算大人，就有一堆比较老的大人。在节目上讨论说披萨的题目，那有一个人就拿出一个问题，啊，大概是圆吧，还是什么之类，就在一个曲线的问题，然后问那些大人这个面积是多少？我看到他们所有人都愣住，这样完全不知道关于这个要说什么。那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脑袋里面就只记得面积呢就是那些公式，只要不是这些东西呢，他就以为是微积分。然后这个因为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他什么都不知道，这样完全不知道怎么回答。那我想各位当然至少要知道。关于这个东西，其实你能说的还是不少。好，我刚刚只是讲说面积小于1，你如果在这边画一条线，那面积小于1/2。好，所以你慢慢的总是可以把它逼近。那这个想法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件事情的基本的概念。好，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是安排我怎么样利用长方形呢去把它就是盖住。好，我现在安排一个方式。所以我的方法呢就是把0到1的区间呢把它分成 n 等份。那我们就想最简单的方法，我把它等分，好，所以我现在把它等分成 n 段，
这是0，这是1，所以呢，这个地方我可以分很多段，好，就为了画图清楚，就分成6段好了，就这样子。所以先把零一区间分成 n 段，然后呢，这每一个段我把它叫做 x0到 x1到 xn， 所以你知道 xi 其实就是 n 分之 i， 好，这样子。好，然后你现在在这个，好，我们先讲。然后我现在要以这些段落呢，当做长方形的底，然后呢，你要选一些长方形来盖住上面。那我们用一个很系统性的方法去找它哦，不是一定要这样做，但是我先找比较简单的想法。所以我要找的长方形呢，它的高哦是在这个区间的最左边那一点，所以我现在选。可 ci 等于 n 分之 i 减1，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 xi 减1 xi 的左点，好，就这个区间，假如这个是 xi 减1，这是 xi， 好，当我这样写的时候，这其实是di 段，啊，di 段区间，就是最左边这一点。然后呢，我现在以这一点的函数值当做高，好，以这一点它的函数值当做高，然后呢，它的底就是我们刚刚写的 xi 减1到 xi 这一段，这样子，好，那这样就得到一个长方形。然后呢，如果是这个区间，你就以这一点的函数值当做高，所以得到这个长方形。所以同样的道理，你就可以得到，在我们的例子里面是6个长方形。那这个是因为是0的关系，所以它其实没有，就这一段。所以利用这个方式，你很轻松的就找出一些长方形。那这个长方形的面积加起来，大致上跟这个你要算的面积差不多，就是在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这至少是一个很好处就是你利用这个方式呢，你找到它一个近似值。好，那我们大致上把这个式子先写下来看看它大概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把它加起来，使用和的符号，因为总共有 n 个区间所以你有 n 个长方形。然后呢，长方形的高就是 f 可 ci， 然后它的底的宽度呢就是这个底是 xi 减掉 xi 减1，但是因为它是等分的关系所以这个是 n 分之1。那我们通常把这个记成delta x，OK， 那你记得 delta 就是差。所以指的是x 上就这些点的距离的差 delta x， 所以呢把它写下来所以这个是高，这是底。当然长方形我应该写长跟宽了但是因为现在刚好写成这样，所以我就说这个方向是高，然后这是底，我把它写成这样。那这就是一个近似的长方形不是近似的这个面积 ，OK。那其实你不见得要取最左边的点，你其实也可以取右边的点如果为了方便，好描述起见。你也可以用右边的点。我刚刚这是左点左边，这个是可 ci 等于 xi 减1。那如果是右边呢？什么是右边？就是说你现在取可 ci 等于 n 分之 i， 也就是 xi 减1 xi 的右边的点。所以其实应该是这样写，就可 ci 你取 xi， 把它写下来。那右边的点呢？你现在取起来是这样：假设这个区间你现在取的是右边的点，然后以它的
函数值当做高，所以现在做下来的长方形是这个，看起来很高一个。好，那这次这个不是0，是这样子。OK， 所以你现在有黄色的长方形，也有橘色的长方形。好，那你利用这个方式又得到另外一个逼近这个面积的方法。好，我们把它写下来。这个是 i 等于1到 n， 好，一样的 f， 但是好吧，我不要写可 c， 就是因为上面写 i 减1 xi， 好，所以你有2种取法，好，那这2种取法呢，其实我们都可以计算，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把2个都算一遍，好，左边的这个是 i 等于1到 n f(xi) 减1 delta x， 好，那我们的重点当然是说，我利用这个分割呢，把它分割完之后，我得到一个近似的近似的面积。橘色的呢，特别的大，然后黄色的呢比较小。但是如果你让 n 趋近无穷大，就是你想象中啊，你把这个盖的长方形把它弄得越来越薄，啊，越来越瘦，那这个感觉上呢，它就会变得越来越精确，好，那好，反正我们把它算完，因为这是一个极限的问题，我们把它算完。所以左边的我们看一下 ，xi 减1就是 n， 好 ，i 减1，所以写下来 n i 减1，然后呢函数值平方，函数是 x 平方，乘上 delta x，delta 就是 n 分之1，啊，这样子。如果是右边的点 i 等于1到 n f(xi) delta x， 这样子的东西，那这就是这些长方形的面积。好，我们把它写下来，所以这是 n 的3次方。好，这个可以这样写 ，i 等于1到 n， 所以其实是1的平方加上2的平方，就是加到 n 减1的平方。好，这个呢是 n 的3次方，这1的平方加上2的平方。好，那再过来就用你们在高中常背的公式。这是1/6 n 乘以 n 加1乘以 n 加1，好，这边是 n 的3次方。那这个要把，就是事实上它是平移的一格，好，所以把 n 减1带进去，得到1/6 n 减1n 2n 减1，好，得到这个式子。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所以你现在让 n 趋近无穷大，因为你现在去盖它，你心里面知道这样子只是逼近，就是我们心里的第一个感觉比较安全的感觉，就是说我利用这个方式呢，多少我已经对它的面积有点概念，比我刚刚做的什么正方形啊、三角形其实都要好一点，它是更加的靠近。而且你心里面知道一个事情是，其实这个程序我可以把它改善，我让这个 n 呢把它变大，然后它会越割越细，越来越靠近这个面积。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所以你可以观察这个 limit 极限，左边。好，这样子。然后呢，右边。那这极限对我们来讲，现在应该算很简单啊，一样是3次4，所以答案就是2/6，所以等于1/3。这个也等于1/3。好，那虽然不应该太惊奇啊，但是你注意到就是说，这个其实这个橘色的
面积啊，你怎么算都比原来的面积来得大。你用黄色的去算呢，再怎么算都比原来的面积来得小。然后到最后呢，它的极限是一样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面积呢，铁定要是1/3。哦，那这个讲法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结论，这个结论是这样子：当你选这个可 CI 的时候，其实一开头并没有任何要求说你一定要选最左边那一点或者最右边那一点，好，完全没有。也就是说呢，你一开头在写这个和的时候，你大可以全部写成这个样子，我就把它写在这里，就是写成 f 可 CI delta x， 其中这个可 CI 呢，在每一个区间里面你是任选一点，啊，随便你爱怎么选的都可以。你要取终点呢，要取从左边数过来第1/3点了，或者随便写都可以，哦。那原则上呢，你取这个高的时候，并没有说任何理由说你一定要取最右边、最左边的点，那什么都可以。那你用这个高乘上它的底以后，你得到一个长方形。所以换句话说，你在做这个逼近的时候啊，我们全班100多个人，可能有100多种做法，哦。那现在重点是有没有可能，在你 n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呢，有一些得到不同的结果，啊，这其实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想法就白费了。虽然我们知道直观上好像不太可能，啊，所以我之所以要特别写这个左边跟右边啊，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啊，什么原因呢？因为你知道那个函数是一个递增的函数，所以我所有的可 CI 一定会大于 n 的 n 减平方。好，这是因为 y 等于 x 平方递增。OK， 所以换句话说，我刚刚取的那个点啊，在这个区间里面呢，函数值最小的就是最左边那一点，最大的就是最右边那一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你很快就可以写出来这个事情。哦，就是假设还没有写 limit 之前，好不好？因为这边也有 limit， 我把它补进去。但我的意思是说，一开头啊，假设还没有写 limit 的时候，这个和会比这个来的大，会比这个来的小，而且这是从这边来的。好，因为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开始写和，然后把它加起来，好吧？那这么一来呢，当我把这个写在里面，把它套在里面，然后左右两边 u 的极限是1/3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个甲己定理啊，一个三明治的甲己的结果。也就是说呢，你这边不管怎么取啊，事实上，因为我的右边是1/3，左边是1/3，所以这个极限在 n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它其实也是1/3。哦，所以完全不可能有别的值出现。不管你怎么去选那个长方形的高，哦，只要你按照刚刚这个规则，你在这个区间里面任选一点了，你把它算起来以后的结果呢，当你 n 趋近无穷大，其实都一样，哦，全部都是1/3。所以到了这个地步呢，至少就我们刚刚讲这个例子，你大概非常相信，好，面积应该是1/3。好，那这个方法呢，我们称为黎曼和，好，所以但是因为我讲了很多东西，到底什么是黎曼和，所以我还是把它稍微总结一下。所以黎曼和是这样，我给你一个函数 f(x), 哦，在 a、b 上。然后呢，就跟刚刚一样，我做一个分割，哦，做一个 n 段的等分割，好，这是等分割。所以等分割的话，意思就是 xi 减掉 xi 减1，好，我把它定义成 delta x， 这个其实是 b 减掉 a 除以 n， 好，所以这是一个等分割。然后在这个等分割里面呢，你现在取可 CI 啊，好，我用写的哈，好，取可 CI， 它满足刚刚就是它会落在这个区间里面，随便选一个点，然后呢你就写这个和 i 等于1到 n f 可 CI delta x， 好，那这个称为黎曼和。然后你从黎曼和让 n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呢，你就会得到
某个你想要的东西。好，就我们的例子里面是我们的面积。好，那我要强调的是，这个 f 呢，在面积的例子里面，在你刚刚看到的例子里面 ，f 是正的。哦，但是如果我只是把黎曼河写成这样子的时候 ，f 没有任何理由一定要是正的。也就是说，你在应用这个黎曼河的时候 ，f 其实可以是正，可以是负。哦，完全看你的问题。所以我现在要举2个例子，除了刚刚讲的这个1/3的例子之外，好，我再举2个例子。那这个2个例子呢，我没有真的要把它算出来，啊，但是我要让你看到黎曼河怎么样被应用。所以第一个例子，假设譬如说你开车，好，然后从时间是 t， 从时间 t 等于0的时候呢，你假设开车出去，好，就是这样子。我现在画的这个图呢，这个是 v 等于 vt， 好，这不是位移，这是速度，所以呢，速度有正有负，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函数。好，现在假设我对它做黎曼河，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哦，或者反过来讲，我现在给你这个速度的图，请问你知道这个车子走了多远吗？哦，那刚开头你会觉得有点无厘头，你给我一个速度的函数，然后先问我车子走了多远，这听起来有点怪。但是你再仔细想一想，我如果给你一个速度的函数，哦，你虽然不能够很精确的告诉我它走了多远，但是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好，这是重点，就是我给你这个函数，然后你大致上能不能说出一个方法，去想想看这个车子到底走了多远？啊，譬如说你心里面总是知道，哦，我车子走了这么多，速度又这么大，所以表示它往正的方向走了很远。等到它往这边变成速度是负的时候呢，表示它往回走了。然后在这边又往右边走，然后再往左边走，你至少心里面有这个感觉嘛，对不对？你至少要知道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只是把这个想法呢，把它推得细一点。所以，譬如说，我现在从这个地方开始，我现在开了这么一段，请问我大概走多远？那这个走多远这个事情，啊，距离呢是等于速度乘上时间。所以呢，我如果在这边求一小小段时间。你现在找这里面的一个速度，好，你把它随便找一个代替，你心里面想说啊，大概平均多少，随便想，好，反正你从这边来，你知道这边从0到这个时间，它的速度反正在这一段，所以呢，你在这里面找一个小小的速度代替它，那利用这个速度呢，表示这个平均，好，我现在还不用讲得很精确，我只是说心里面有这个想法就够了，大致上表示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速度大概是多少。你现在就用这个时间乘上这个速度，大致上就是你在这一段时间走的距离。好，也许不是完全精确，但是也也不会差太多啊，至少不是非常的难以想象。那这个想法其实在这条线上你完全都可以做，每一小段时间啊，因为时间短的话，你比较能够估计它的平均是多少嘛。好，你说这一小段是1个钟头，你车子都已经不晓得开到哪里去，你不晓得那平均是多少。但是如果你时间是1秒钟，啊，假设1秒，你从这1秒到下1秒，你那个速度啊根本还没变多少，所以大致上是那个速度，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如果愿意，好，就是假设，当然要花一点力气，你把每一秒的那个速度啊，你都把它拿出来，然后乘上那个时间，一小步一小步算，其实你也能估计出那个你走的距离大概是多少。那这个想法其实就是黎曼河，好，我把它写清楚。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假设开始的时间是0，结束的时间是 t， 我现在就做黎曼河，我把它做切割。好，我把这个时间呢，从我开出去到最后 t 开回来以后呢，不是说开回来，就车子停下来的时候呢，它是从时间0到时间 t 大 T， 好，我把它分割成 n 段，然后模仿那边的做法，所以呢 delta t 就等于ti 减掉 ti 减1除以 n， 好，所以等于 t 除以 n。我把时间呢分成 n 个小段，也就是说我刚刚只是一小段，随便想一下，好，大概是这样。
那我现在呢就是比较正式的，我把它切割成很多小段，然后在每一小段呢，就用我们刚刚的想法，在每一小段呢，你就选可 ci 小于 ti 减1，大于等于 ti 减1，小于等于 ti， 就是在这个时间里面选一个时间点，你把它选出来，然后呢，利用这个时间点的速度当做是在你这段时间里面的速度。不是很精确也没关系，大致猜一个，反正你不要猜一个很离谱的，明明这边是1，这边是2，你猜个100，你只要不要做这种事就可以了。所以呢，你现在选出来你的速度呢，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代表呢那段时间大致上的速度，然后呢你再把它加起来 ，i 等于1到 n v 可 ci 乘上 delta t， 这个就是速度，这个就是时间。它们乘起来就是在那一小段时间走的距离，然后呢，你再把每一小段的距离全部把它加起来，然后呢就是你总走的位移，然后你注意到负的地方，这件事情仍然是对的，当它的速度是负的，你负的乘上那个距离，你的位移是负的，所以完全满足你刚刚的就是所有的想法。好，那这个例子呢，完全跟面积无关。我完全不是在算面积，至少从这地方完全看不出来你在做面积这件事情。你的解释呢，你在算你的位移，然后呢，你注意到一个事情是，这个函数可以负的，而且在这个例子里面可以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然后第三个是你注意到黎曼河完全不是用在面积上，而是用在一个完全不相关的问题，所以如果以后呢，关于黎曼河，我如果可以有一个比较方便的方法来计算它，那就表示我一方面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计算面积，但是我同时又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计算位移，这样子就是从速度呢可以计算位移。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定义这个比较抽象的黎曼河的原因，因为数学都是一样，当你能够抽象的说明一个概念，它就有可能有比较多的应用，而不是现在譬如说只能算面积的这个问题。好，那第二个例子呢？第二个例子我回到面积，但是它的做法有点不一样。这个问题是这样：假设从 A 到 B， 有个函数长得像这样子，然后呢，这样子，然后我希望算这块面积。我希望算这个斜线部分的面积。上面呢，这个是 y 等于 f(x)， 下面呢这一条是 y 等于 gx。我也没有真的要算，因为我现在只是解释这个概念。OK。那就我们刚刚的分析方式其实这有点复杂，因为这个有正有负你要怎么去算这个面积？所以你现在得要想出一个办法来算这个面积。这个办法呢，至少不要把正负这个东西搞得太复杂，那这个想法是这样，我们刚刚不是用长方形去搭，把它盖起来，然后去算出那个面积吗？那有没有任何道理这个长方形的底一定要守在这个 x 轴上面？其实不见得嘛，你可以让你的长方形这样盖。对不对？这看起来挺有趣的，就长方形这样盖，把它盖起来，其实这样也能够估出这个面积，那这个想法呢，基本上就是说，我现在不理这函数的正负，我现在其实重点只是在于我怎么知道，重点是我怎么知道我这个长方形这样盖的时候，我要盖多大的长度？那这个长度呢，显然就跟 f(x) 跟 g(x) 中间有关啦，因为 f(x) 总是比 g(x) 大，所以它们两个相减，大致上就是这个高，这长方形的高。所以呢，一样，黎曼河a x1， 好，先把它做等分割，我有 delta x 等于 xi 减掉 xi 减1除以 n， 不是这样，对不起，对不起，我这里写错了。
这样就太小了。好，所以你现在黎曼河呢是想成这样子，用你刚刚的想法，长方形的底一样，跟我们刚刚的切割方式一样。那主要是这个高，这个高呢就是我忘了写那个，取可 ci 大于等于 xi 减1小于 xi， 然后这个地方呢你写 f 可 ci 减掉 g 可 ci， 这样子。那这样取出来以后呢，这就是底。这个呢，就是你刚刚在这边活动的移动长方形的那个恰当的高，所以现在是用上面的函数值减掉下面的函数值，所以得到这个高，是这样子。所以你就可以得到这个黎曼河。那这个黎曼河呢，就能够帮忙你计算刚刚这个面积，那尤其是当 n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呢，它应该就是面积。那这个黎曼河它要提醒你的是，即使一样算面积你事实上也可以活用你怎么盖长方形这个想法去做。那像这个想法这样写了之后呢，你事实上还是可以写出一个恰当的黎曼河。虽然这个黎曼河跟你刚开头看到面积的东西其实不是很一样，这样子。好了，那这个就是黎曼河的部分。然后下面呢，我们介绍什么叫定积分。其实没有什么，定积分基本上就是我刚刚写黎曼河的时候，这个写法是黎曼河，然后我让它趋近无穷大的时候，我不晓得这边是不是能够有极限。那刚刚的最开头我给 y 等于 x 平方的例子，我已经证明这个极限就是有的，就是1/3。但是一般来讲，到底有没有呢？那这个问题没有，从数学的观点也许不是很难，但是各位可能觉得这非常抽象，我也没有要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这边呢，我要说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如果 f(x) 它在 a、b 上连续，你把它当做一个大定理好了，那它是一个 fact， 就只要是连续函数，不需要太多条件，只要这个函数是连续的，在 a、b 上是连续的，你现在在 a、b 上取这个黎曼河，你记得这个黎曼河就是从 a 到 b， 然后呢切成 n 段，然后在每一段里面取一个可 ci， 以它的函数值当做高，然后 delta x 当做底，写成黎曼河。那这个极限呢就永远存在，而且是一样，什么一样？就是可 ci 你随便乱取都一样的意思，就是可 ci 你不管怎么取右边、左边、中间，或者随便乱取，随便都可以，反正这个极限一定会存在。所以呢，这个极限我要替它取一个名字，那这个名字呢，我把它写成这样子，写成这样子。这名字实在取得很复杂，就是这样子。这个记号其实我们前面不是没看过，我以前就讲过，那个不定积分，我不是说要穿一个很复杂的衣服出来，一个很简单的概念。那其实它跟这个有很密切的关系。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先看，我现在把这个极限呢就写成这样，那这个非常难记怎么办？所以你要仔细的去看一下这两个式子。其实这两个式子呢，右边这个式子其实是左边这个式子的翻译，它是把它翻译过去的。譬如说这是什么？这不是 sh， 这不是音标里面的 sh。这个呢是 s， 把它拉长一点，所以是一个长长的 s。s 是什么？对，这个就是和的意思。那和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个。所以呢，它只是取和的意思。a、b 是什么意思？它其实是 i 等于1跟 i 等于 n 的意思。因为你要做这个黎曼河，从最左边做到最右边，你有一个边界，你从左边一路取过去，所以呢，它就是把那个边边记下来。你是从 a 到 b 做的，
做这个刚刚这个黎曼河的极限 ，f 可 ci 就是 f(x)，delta x 呢取极限就是 dx， 这是我们以前已经写过很多次了所以这个符号之所以设计成这样呢，是要完整的重现黎曼河。那本来如果它只是它的定义的方式，本来好像这个事情不是很重要。但是呢，因为黎曼河在应用上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你通常能够应用我们所谓定积分这东西，都是因为你能够恰当的写出这个问题里面的黎曼河，然后呢，透过这个过程一翻译直接一写出黎曼河一翻译，它就会变成这样，所以你就可以很快的把这个定积分的式子给写出来所以这是它这个符号上设计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好，然后呢，忘了跟他讲名字这个称为 f(x) 在 AB 上的定积分。那我们前不是有个不定积分吗？这是定积分，这两个名词是有关系的那这个定积分呢，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值所以各位先确定一下，这是一个实数值也就是说呢，你透过这个黎曼河取得这个程序，让 n 趋近于无穷大，得到一个值，然后我把那个值叫做这个名称。OK， 所以我们先练习写一下所以我们看我们前面3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从0到1的区间，在 y 等于 x 平方这个函数，你现在要算它下面那段的面积。如果依照这个写法，它其实是等于这样，0到1因为它是范围，函数呢是 x 平方，然后呢它是 dx 这样子，然后它得到的答案是1/3。我刚刚忘了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式子你可以想成呢，就是我刚刚在算这个，譬如说面积的时候，你可以想成它把它割到非常非常非常的细，但是它仍然保有你刚刚在做的那件事的本质。什么本质呢？就是你把这个长方形割到很细很细，所以下面那个底呢是宽是 dx， 然后它的高度刚好是 f(x)， 所以把它乘起来得到一个很细很细的长方形的面积，然后全部把它加起来。其实意思大概是这样，就是把刚刚这个意思把它写成这个无穷的状态呢，然后它变成这样子。那这个写法其实在以前在微积分刚出来的时候，也引起哲学界很多的论战那原因很简单，因为你这样写只是在骗我，因为看起来它其实是一条线因为你就是明明就是0，你的 n 已经趋近到无穷大了，所以这个线的面积当然就是0嘛。然后呢，你把很多0全部加起来，所以他们觉得应该还是0嘛，根本没有得到什么。但是其实我们学极限学这么多，你已经知道一件事：如果你都是0，但是有无穷多个其实你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很难讲它是什么。我们只是很习惯用有限的方法去想，你如果有个0，然后你有7个0，所以合起来是0但是当你有无穷个0其实你就不晓得发生什么事了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那你如果觉得这实在是不通，那就麻烦你想回去，这边其实是一个很瘦的长方形，它的底是 dx。小的不能再小，但是不是0这样子如果你可以接受这个想法，也可以，这是一种想法。那再不然呢，你就是把这个当做它是一个是这个东西的比喻就这个写法，你现在把它转成这样，但你心里面知道你做的是这个过程都可以。那古代的数学家通常就是把这个东西暂时想成是微小，因为他心里面要记得是他怎么做这件事情。OK， 好吧，对不起，因为我刚刚忘了讲这些，我回去讲。所以让我们再回到，这是刚刚的第一个例子，然后第二个例子呢是这样子，就是位移呢是从0到 t， 然后呢是 vt dt。那你注意到这个地方，它其实是有意思的，你让一瞬间的速度乘上一瞬间的时间，乘起来以后就是你一瞬间走的距离然后你把每一个瞬间的距离全部加起来，就是你全部走的总长度总位移这样子。这是比较古典的讲法大概解释成这样。那你如果习惯的话，其实这个想法会帮忙你在看很多积分问题的时候，你能够很快掌握它在做什么
因为你总是一直想成极限，你总是要绕一圈，比较啰嗦。还有刚刚的面积啊 a b dx， 然后呢它是 f(x) 减掉 gx， 这样子是这个。好，所以你把这个极限把它翻译，所以是从 a 到 b， 然后 f(x) 减掉 gx 乘上 dx，OK， 得到这个式子。然后下面有习题，这个习题我把它写在最右边好了。这习题其实只是要说明，请你我先讲这个习题只是让你练习什么叫黎曼河。到了下礼拜，这个就完全消失了哈，就你就很会做这个问题。那目前你没有很会做啊，至少从你的想象里面你是要做极限。等一下，这个还好，这个还好，对不起，这个就是 C 从 A 到 B， 做这个，然后面积当然就是底乘以高嘛 ，B 减 A 乘以 C。不过你应该去想是说，为什么我每次看钟都是不对？为什么一瞬间就过去了？就是 C 如果是负的时候，你要注意到这个负的，这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很多人会很疑惑，这负的面积啊等等之类的，先让你们想一下好了，很疑惑再来问我。其中第二个呢，你其实也是要慢慢讨论啊。它是说在 y 等于 x 这个线，那如果 AB 在这边，那你会不会算这一块？那当然很简单，因为这是梯形嘛，你稍微算一下，它就是这个式。那如果是这边，你算一下，其实也很快。但是如果是你用梯形面积就不对，因为其实差一个负号，所以你要稍微想一下中间的意思，这样。那更有趣的是，如果 A 在这里 ，B 在这里，那为什么这个式子是1/2 b 平方减 a 平方？好，那当然原因是因为这是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减掉这个三角形的面积，这样子。当然是这些，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只是要让你知道，光只是处理这些东西就啰嗦的要死。我一定要你一定要记得，就是说。虽然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这实在很麻烦因为只要一碰到极限就麻烦。所以微积分里面虽然一直在用极限定义东西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把极限丢掉你要想出一个办法，尽量的不要用极限来处理。OK， 所以我们现在在那个前面的阶段，我们暂时呢就是没有办法。请你在做这些习题的时候就好好的，你也许早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你还是可以练习一下。我先来谈一下这个定积分的基本性质。这些基本性质就跟极限、微分的基本性质一样，目的都是在让你不要再经常依靠极限就你有这些基本性质，你可以做一些判断。但是这一次呢，不像微分那么好了微分的那些基本性质一学完，大致上就是你能够算的。你会莱米兹法则啦，你会那个连锁法则，你就可以算所有东西的微分那但是定积分就没那么好，其实它比较困难，但它还是有一些比较基本的你应该知道的事情。关于函数的加法就是加起来的函数呢，它还是有这个性质，这个跟微分是一样的。第二个，假设你在 f(x) 前面乘上一个常数叫 lambda 的话，它其实有这个事情。你可以把 lambda 提出去。但是如果 f(x) 乘上 g(x) 就没有这件事了f(x) 乘上 g(x) 不会得到 f(x) 的定积分乘上 g(x) 的定积分，
那这件事情本来就连微分都没有，好，微分的两个函数相乘微分也不是各自微分相乘，啊，那所以积分更不要谈了。好，那这些函数我都假设在 AB 的区间上面都是连续的。第4个跟讲义上略有不同，讲义上我写的是比较弱一点，啊，我写的是大于等于，然后这边是大于等于，但是我想其实讲大于也还好，啊，所以我把它写成大于。好，那我稍微说明一下为什么这些是对的。那1跟2对的原因，是这样子。1跟2对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的，因为这个 sigma 本来就满足类似这样子的性质。还是我直接写黎曼河好了。那因为是加法的关系，所以你可以用简单的加法的交换律把它换一下。好，把它写成这样子。所以当 n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变成 a 到 b，f(x) 加。然后这边 n 趋近无穷大，好了，就这两个一样，这样子。好，所以证明没有用到什么，你只用到2件事情，一个是黎曼河的极限是定积分，第二件事情是 sigma 这个和的性质满足，你可以把它拆开来重排，排成2边，就这样子而已。OK， 所以如果符号让你觉得有点模糊的话，你就稍微先抄回去，好。那你后来就会发现，其实这个证明就非常简单，它就是定义而已。那相同的这个第2，这我就不再写了，好。第2个是完全一样，也就是说它用到的，我就写一下它最关键的。那这段就是你从小就开始学习这分配律，你把一个数把它拿出来，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你在 n 趋近无穷大、n 趋近无穷大就各自得到2的2遍，所以这证明是类似的。好，这是第2个。然后再过来我就说，第4还需要说明。但是关于3，其实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一下，我在讲义上没有特别的警告，这个3的证明其实是有2个层次，就是它其实有2件事情是要说明的。但是中间有一部分我是假设它是对的，哪一部分呢？就是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我现在从 A 到 C， f(x) 从 A 到 C， 然后你在它中间找一点 b， 所以我现在把它写成这 b 在这边的话，那很显然在这个情况 AC f(x) dx， 好，这样子。
那这件事情我假设它是对的，因为这个跟你的日常的几何直观是实在是没什么好讲。当然，因为就是这一块跟这一块把它加起来就得到一整块，啊，就是这样子而已。那你说我为什么这么在意这件事呢？因为如果按照黎曼河的定义啊，你去做这件事情，其实中间还要再多说一点点事情，好，因为你这一整段，因为你在这个地方你分割的时候，这个 B 它不见得刚好分割在你那个分割的那个就是区间的那端点上面，也就是说它有可能会落在你分割的左边跟右边中间。因此呢，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它其实还牵涉到你这个黎曼河，你怎么讲左边这一块跟右边这一块，好，一整块是没问题，但是左边这一块会少一点点，右边这一块呢好像也少一点点，那到底要怎么办？好，那在这个情况其实比较简单的说明是，随着你 n 变大，这一块呢越来越可以忽略，好，就它会趋近于零，所以到最后其实也不见了。所以这个小小的瑕疵呢，其实在 n 趋近无穷大，它会自动修正就不见了。但是因为这种是几何上非常直观的事情，我觉得讲这个事情有点不太需要。好，所以我们就假设这是对的。所以这是第三这个性质里面的第一件事。第一件事，我就假设这个事情是对的。那你说第三还有什么东西好说的呢？啊，那就是牵涉到我们在定积分啊，其实在这前面有个约定啊，这约定就在第三才会出现。我先把这约定写一下。约定是这样子。第一个，第二个，这样子。所以你注意到，它这个约定呢是针对你这个积分的范围来的。好，那我们前面呢都没有特别提醒，是假设大家因为在这个脉络里面，反正就自然而然你接受。当你写这个定积分 a 到 b f(x) dx 的时候呢，你自动假设 a 比较小 ，b 比较大，就是我们积分的时候是从左到右，这是基本假设。但是为了后来的方便，我们要把这个条件呢把它放松，也就是我们允许呢这个区间的 a、b 啊大小随便，那既然是这样，你就只好来规定一下，那这是什么意思？所以第一个 a 到 a， 这个我们定义成0。那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你在一根线上 ，a 到 a 就是一点嘛，所以一根线，那这个当然是0，因为没有面积就是0，所以你把它规定成0，这没有什么问题。第二个呢是说，你如果把这个范围把它倒过来的话，这个地方要插一个负号 ，OK。这跟你那个函数对 x 轴做线对称，然后得到符号是不一样的哈。这指的是你积分的范围，如果你把它写成反过来的话，那在这个反过来的时候呢，这个地方要插一个负号。那这个约定可以有一个解释哈，但是不是证明，因为约定就是把它推广的意思，所以也没什么好证明。那只是说我们有个这个约定，我要说它有点合理。这合理是这样。如果你是反过来的话，你的 x0在这边 ，xn 在这边，也就是 a 在这里 ，b 在这里，所以你做分割的时候就变成这样子。那我们不是说这 delta x 等于 xi 减掉 xi 减1除以 n 吗？这是它的约定，就是它的本来的定义。那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xi 跟 xi 减1的大小刚好反过来，如果你从这边过去的话。因此这边相减的时候，这边会变成负号，所以它方向反过来，所以插一个负号。那因为这个负号使得，当你在谈这个 AB 上面的面积变成是说你在谈这个 A 到 B 上面的面积的时候呢，从此你就要开始注意你到底在讲的是顺序是什么。好，如果你是从 A 到 B， 那就是普通的面积；如果你是 B 到 A 呢，就是普通的面积，但是要乘上一个负号，插一个负号，这样子。OK。那这个对我们后面的很多应用呢，其实是非常方便的。这个约定其实因为它非常方便，所以才写下来的。好，
加进了这个约定之后，我刚刚在左边写的那个3就有点复杂了。哦，3刚刚这边写的是传统的，从 A 到 C 呢是 A 到 B，B 到 C。但是我现在要说，其实这个3对这种约定也全部都对，好，就是全部都是对的，不管你 A、B、C 的大小。那你这下就有很多可以证明了，你稍微想一下哈，因为 A、B、C 的大小，我随便写一个好，譬如说 A、C、B， 譬如说这样子 ，OK， 就是说我现在写这一段，但是呢，我现在写的时候，其实我 A、B、C 的大小是这样子，那请问这个还对吗？哦，这件事情还对吗？这样子，那它的现在基本原则有点像向量哦 ，A 到 B，B 到 C 呢，这两个接起来变成 A 到 C， 这个记倒是很好记，啊，这个没有什么难记，现在只是说它到底对不对，好，好，那我就只举一个例子，我让你看一下，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利用传统来写，它是 C 到 B，fx dx 等于 C 到 A。fx dx， 好，这就是我刚刚讲，就是这个是一定对的。好，依照我这个图，我现在是从 C 到 B， 所以它变成 C 到 A，A 到 B。好，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然后我们现在看，但是我想要证的是什么？我想要证的是 A 到 C，A 到 B，B 到 C。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现在可以把它移过去，这变成负的 CA fx dx 等于A 到 B fx dx 减掉 C 到 B fx dx。好，这个地方我没有用到这个约定，好，我只是移项，就是把原来已经是正确的，我现在只是把它移项移过去，我只做了这件事而已 ，OK。然后再过来，我用这个约定，好，这个地方换成 A 到 C， 因为这边已经有负号 dx， 然后呢这个不动，然后这个把它换过来，好，那这样子就得到你要正的，是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公式仍然是对的 ，OK。所以依照排列组合，你总共有6种情况。我们已经做了2个，好吧？其实我只做了这个，那一个是传统的，所以还有4个，你们把那4个也做，这样子。那看了这个以后，其实你大概心里就有谱了，它不是真的很难，只是说有点啰嗦啊，只是这样。那第4个呢？还是我先做大于等于好，因为大于等于讲起来比较快，好，然后我再来处理大于的情况。我先写大于等于。如果 f(x) 比 g(x) 来的大，它的定积分呢？哦，这边我们要假设 b 大于 a 啊，因为那个约定以后，现在要小心。所以现在是从 a 比较小到 到 b 比较大，哦，在这个上面做传统的这个定积分，然后呢，它会满足这个式子。好，那 f(x)、g(x) 呢都可能有正有负，所以这个不是那么的显然说这是对的。当然，如果是一般的面积的情况，哈，你说在普通的情况，像如果你 f(x) 比较高 ，g(x) 比较低，那这个是简单的。如果是在你本来用面积来看，假设 f(x)、g(x) 都是正的话，那因为你的 f(x) 比较高 ，g(x) 比较低，所以当然面积比较大，啊，另外一个面积比较小，啊，所以这没有什么。我倒不是说这个非常的抽象，至少就这个例子来讲，这是还蛮显然的，啊，应该一定要是对的。那现在问题只是说，如果 f(x)、g(x) 中间都有正负啊，各自有正负啊，那就比较麻烦一点。那像这类的证明有一个非常标准的想法啊，这个想法是先证明下面这件事情。其实也不用证明，因为这个东西写下来的话，应该是说你要用到这件事。好，所以也不用先证明，先观察就可以了。
如果这是一个正的函数应该是说非负的，就大于等于0的函数，那么它的定积分一定也大于等于0。那这其实没什么好讲。第一个，你如果用几何的直观去看，你现在有一个正式的 h 这个函数是正的，它也许有一些是0，但是有这样子。假设这是 hx， 那它的定积分当然是正，因为这是面积，这就是面积。或者呢，你把它写成黎曼河，然后你观察。如果这个黎曼河的 f 这一项全部都是正的，那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假设 a 比 b 小，所以这个 delta x 是正的，那这个也是正的，或者说至少大于等于0的话，当然这个和再怎么样都是大于等于0，就会取极限还是大于等于0。OK， 所以不管你是从几何直观还是从黎曼河里去想，这事情反正都是对的。好，那这样有什么用呢？好，我们再来看，所以我把这个搬进来。好 ，f(x) 大于等于 gx， 这个表示呢 f(x) 减掉 gx 大于等于0。好，虽然 f(x、gx) 可能各自有正负造成我们的困扰，但是 f(x) 大于等于 gx 的这个事实至少表示它的差一定是大于等于0因为它比它大嘛，这样子，所以它会大于等于0。然后呢，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从刚刚这个观察，我们知道 f(x) 减掉 gx， 这会大于等于0，这就是上面我讲的这个事情因为它已经大于等于0，所以定积分大于等于0。然后这个地方再用刚刚的1。好，得到这个事情，然后就得到你要。再过来就得到这个式子，这样子。这种东西是难吗？这东西不是难，因为你在我说明的过程里，其实每一步其实都还蛮简单的。好，那只是说你在想的时候比较想不出来，要这样做。那所以呢，我刚刚如果说我要把4，假设我要把4改成如果是大于，那这要怎么证呢？那依照前面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做证明这个东西的方法，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要先观察，如果 hx 大于0，则 ab hx dx 大于0。如果你相信这个是对，那就没事就结束了，这样子。就是如果有一个正的函数，那么它的定积分就一定大于0。我相信基本上在场所有人都相信这当然是对的，这比刚刚那个还对，这样子。刚刚这个大于等于0，你还说可能有等于0的部分，好，那这个都已经大于0了，那当然这是已经大于0。所以呢，我会特别讲这个，只是说因为数学家有时候非常的严格他觉得这个东西不讲清楚不行，那要把这个讲清楚就稍微麻烦一点你就一定要说明这个大于里面你要小心什么样的事情 ，OK？ 好，让我假设这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更简单。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所有这些证明全部照搬就证完了。好，那这个是定积分的基本性质。那本来这个放在前面是因为它其实说起来了，它其实是黎曼河的一个直接的应用，但是它后面的证明呢，其实多多少少用到这件事，所以我才把顺序导过来。那虽然我把它摆在习题，所以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因为我现在上课要提的话，我想我还是先谈基本性质。那89页我们要谈的是函数的平均，就是我给你一个函数。在一个范围里面，请问在这个范围里面，它的平均是多少？那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平均呢？所以我们不但这样，我们还需要给这个平均一个想法因为我现在给你的函数，这个平均你从来没碰过，所以我们要稍微回来想一下平均是什么意思。我们刚刚考过期中考，期中考考试成绩的平均意思应该很清楚。
就是把各位的分数全部加起来，然后除以总数。哦，对不起，提起这个事情。好，所以我们知道平均呢，其实就是把分数全部加在一起，除以 n。好，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要对函数做平均呢，意思想起来好像是这样：你这上面的每一个点x， 你都把它加在一起，好，都把它加在一起 x， 然后呢除以，然后就认住了。哦，为什么？因为这边可是很多很多东西啊，哦，从 A 到 B 非常非常多的点，你要除以无穷大，这个无穷大从没看过，所以这个最直接的想法是不通的，哦，因为你没有办法，其实在这个地方你也不会做这个加，你也不会除以这个东西 ，OK， 所以呢，你现在要把这个图像呢想成有点像以前你做统计图表，假设你有我们班上才100多个人，所以做这个统计图表不需要，但是如果有10万人，哦去做的时候呢，就有类似这种统计图，对不对？然后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其实也是分成很多区，然后在每个区里面呢，大致上选一个代表出来。好，这个想法跟黎曼河很像，所以我们稍微把这个想法把它写清楚一点。所以呢，我现在一样，我现在取 x0等于 a 小于 x1。好，我把它分成 n 区，好，然后每一区里面我选一个代表。尽量不要这样写。我在每一区里面选一个代表，那因为这个地方是连续的，所以你在这一区里面选一个代表，大致上差不多哦，它足够以代表你在这一区里面平均来讲的分数这样子。所以呢，依照刚刚的写法，所以你现在可以把这个极限写成这样 ，ci， 因为它是代表，把分数全部加起来。然后呢，除以这 n 个人，啊，所以是有点像抽样，但是它的每一区里面抽一个，好，这样子。所以这个大致上就是这个函数的平均，大致上。而且随着你的 n 变大，假设你觉得分成2区实在太逊了，啊，所以你把它分成100区、1000区、10000区这样子，那这样子当然就整个效果会更好，好。所以呢，这里面显然有一个事情是 n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呢，差不多应该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好，所以你可以让 n 趋近无穷大，但现在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因为这跟我们的黎曼河看起来很近，但是就差一点点。好了，所以我们的做法是这样：既然跟黎曼河很近，我们就让它像黎曼河好了。所以我们把它乘上 delta x， 上下各乘 delta x。本来应该是这样，但是因为 delta x 是一个定数，它是等分割嘛，这是一个定数，所以我可以把它放进去，所以写成这样子。OK， 那写成这样之后呢，至少上面就是一个标准黎曼河。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 delta x 是什么 ？delta x 等于 b 减掉 a 除以 n， 所以现在 n delta x 刚刚好，所以呢，它事实上就变成了下面是 b 减 a， 然后呢，你在 n 趋近无穷大，注意到 n 趋近无穷大完全不影响下面这个。因为 delta x 本身是 b 减掉 a 除以 n， 然后你这又乘上 n， 所以在 n 趋近无穷大，反正它就是 b 减 a， 这点不会变。但是呢，上面这个分子现在变成变这样子。那这个我们就称为函数的平均，就是我给你 a、b 这个区间，我现在给你函数，请问在这个区间里面它的平均是多少 ？OK， 那你想说这有什么用好了。但我们先来看看，我把它定义成 f bar， 就跟你在高中学一样，就是平均值，我们上面加个 bar。那你要记得这边隐含着 a 跟 b 因为你 a 跟 b 如果换的话，平均当然会不一样。OK， 那但是因为在这个脉络里面，我就暂时先写成这样子，这我称为函数的平均。那从小我们都知道一个很基本的事情，就是平均分数乘上总人数呢，就是总分。那这边其实有个类似的写法，就是 ab f(x) dx 呢等于 f
乘上 b 减 a， 好，也像这样子。那这个在几何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意思，这个意思一出来呢，你就会对平均呢有多一点的理解。平均其实是这个东西，好，平均啊其实是有点像我在这边取一个长方形，这长方形呢它的底是 b 减 a， 高是 f bar， 乘起来以后这一块面积刚刚好会等于原来的黄色的面积。这我就不用画了 ，OK。也换句话说，平均是什么？现在我们再从这个图上来看就变得简单多了。哦，平均就是去找一个数，这个数呢，它乘上 b 减 a 这个底以后，这个长方形面积刚好等于原来的那个面积。好，其实是这样。然后你再稍微把它放松一点，因为定积分我们可以考虑有正有负，那你就让这个东西也变成可以有正有负，但是原则上不变。好，就是呢，我去找一个 f bar， 然后使得这个长方形乘起来以后呢，它这个面积，好，就是可能有负的这个面积呢，会等于原来的这个面积。好，所以这个图呢，甚至跟我们以前理解的平均都还蛮像啊。你把所有人啊，把它画成这样子，然后平均是什么？就在这边画一条线，因为这个分数乘上所有这个 n 的数目以后呢，就是总分。啊，所以其实跟以前的那个平均其实是一样。好，那从这个地方呢 ，f bar 你发现到它跟它有交点，哦，它跟这个函数有交点，那这个事情称为定积分的平均值定理。也就是说，平均，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平均值定理是说，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如果知道平均速度是多少，那在过程里面呢，一定至少有一点，它的速度刚刚好是那个平均速度，瞬间速度是平均速度。那这边呢讲的是类似的事情，就是我在好，我把它写下来，在 A、B 中有一点 C。好，使得这样子。那这个一定要假设连续函数，好，所以我刚刚讲，就是因为我们一般都假设连续函数，所以有时候我没讲，好，但是你要记得，我没讲，其实基本上就是假设它在 A、B 上是连续的。好，这个怎么证明呢？虽然非常直观，哦，但是至少这个在普通人这边啊，普通人就是像我们的平均分数，你说当我算出平均分数是多少的时候，那表示我们班上一定至少有一个人分数是这个分数，这是对还是不对？好，这个显然不对嘛，因为我的平均分数随便一算也很可能就是60.23这样子，没有人分数是60.23，对不对？这很容易可以看到。所以呢，这个是连续函数的性质啊，因为你是连续的，你才有可能在里面找到这个东西。好，这个为什么是对的？那大致上我们从直观上来讲，应该是这样想。那这个想法其实就跟我们上次在讲平均值定理其实类似。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反证法，假设没有任何一点它是等于这个平均值，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函数呢，都比这个值来的大，或者这个函数都比这个值来的小。但是一个函数，每一个函数值都比它大，平均怎么可能等于它呢？哦，或者一个函数如果都比这个平均值来的小，那它的平均怎么可能会等于这个值呢？所以就得到矛盾。所以大致上就是这样，这个证明大致上是这样子。但是你如果要严格的写呢，你可能就是要去写，这个其实我放在习题里面，这个在习题。习题1.13跟1.14，好。
那关键其实就是要说明我现在写的这件事，就是说，如果 f(x) 小于 m， 则其实就刚刚讲，如果 f(x) 都比某一个数来的小，它的平均就一定要比那个数小啊，你就要证明这件事。那证明这个其实很容易虽然说很容易，但是你没想到就是很困难，因为不晓得怎么写。那最简单的想法就是这样，你就想成这个函数 m 呢，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函数，它是一个等分的函数，就是大家分数都一样，就好像我们班上的是 f(x)， 然后隔壁班每个人都考100，所以呢，我们班上的平均成绩呢一定会小于100。如果我们班上的成绩是每个分数都小于100的话，好了，我们不要讲那么凄惨哈。譬如这样 f(x) 如果每个分数呢都小于150，那因为我们分数本来就没有超过150，所以平均分数当然就会比150低。那这是废话，好吧，这样稍微好一点。那所以你要怎么证明这件事情呢？那当然就是这样，你就算这个平均，然后你也把每一个人都想成每个人是150分，然后求平均。那这个平均当然一定是150，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写法大概是这样，你就直接去算它的平均。好，这用到刚刚这个，第4，如果你一个函数 f(x) 小于 m， 因此你去做定积分的时候，它会小于它。我这边只是常数，我多除一个东西而已，只是这样。就原则上你先看这个它是小于它，然后我再除以 b 减 a， 好吧？那这个就是 f8，这个就是我这个函数的平均。然后右边这个当然应该要是 m 这个常数函数的平均，常数函数都一样，所以平均当然是应该是 m 自己。那你稍微算一下，当然也就对了，因为它就是 m 乘上 b 减 a 除以 b 减 a， 所以就是等于 m， 这样子。好了，所以你就得到平均小于它 ，OK。所以想法都跟你当初对这个事情的基本理解其实都是一样的 ，OK， 只是说你要把它转成这个定积分的语言，把它写清楚，只是这样。好了，那有了这件事情呢，那大致上你就可以解释刚刚讲的定积分的平均值定理。OK， 那这个我就不写了因为这是你们的习题。好，我稍微看一下，我们看一下习题。习题有一些很多是图形的，这个可以说明。比较麻烦的，但是我觉得后面很重要是习题 1.9 这种问题。那这个很重要，不是说这个问题本身很重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里面的想法很重要，因为我们后面会不断的用到它。我写一下。0到 a。其实我讲这边写过，就是小于符号之后，其实这边都可以写成小于不过我先留这样好，没有关系。就是我假设 a 大于0，我想要你说明这个定积分，这是对的。那这边是我假设你根本不会算这个定积分，这个目前看起来这个定积分你如果用极限算的话，其实你也不晓得怎么算。稍微想一下就知道。就目前你手边的工具，假设你用极限，这个很难算。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件事。那这个情况就好像当初我在给你 y 等于 x 平方，我说你对这个面积你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吗？你绝对不能这样说。你说这个 y 等于 x 平方，你从来没有这个公式，所以你什么都不知道。那我已经说过，你其实可以用很多想法去处理它。那现在这边就是类似的。所以你现在有一个函数，1加上 x 平方分之1，然后呢，它定义在0到 a 上面。这个函数呢是一个递减的函数，我想你应该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x 越大，它越这个
x 越大，整个函数值越小。所以呢，我知道，好吧，我稍微写的啰嗦一点，通常我是不写。啊，假设 f(x) 是这样，那因为它是递减，所以我知道呢 f(x) 它会大于等于 f(a) 小于等于 f0。啊，因为这是递减。啊，当然你如果真的很不相信它递减，你可以就真的，因为我们已经学过了嘛，你可以检查一下。好，那因为我只是假设，各位这个实在太熟了，所以因为 x 比较大，所以分母比较大，分子比较小，整个分数比较小。好，所以从这个递减呢，你知道它满足这个式子，然后你再把它写清楚，写清楚就是1加上 x 平方分之1，它会小于等于多少呢 ？f0 带进去是1，fa 是多少？是1加上 a 平方分之1。好，如果从图上面来看，它其实只做了下面这件事情。好，这是1加 x 平方，然后这函数值呢会小于这个，大于这个。好，那接下来你同时做定积分。同时做定积分，那这个意思相当于这个面积，它会介于这个面积跟这个面积之间，就是最小的跟最大的，它会包在这中间，面积会包在这中间。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好，你其实把你的那个图形一画出来，你多多少少还是会知道这个定积分中间的。就是你不能说对它完全不知道啊，因为你知道这块面积至少一定比这块来的大，然后一定比这块来的小。我现在写的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好，那如果我没有特别写，只是说我就直接用刚刚4那个定理把它写了。然后呢，这边就很容易了，因为1在0a 上做定积分，这就是 a 嘛。其实你看这个长方形就知道。然后呢，这个就是 a 除以1加上 a 平方。就变成这样子，好了，所以这是简单还难呢？这种问题通常是只要一讲出来就变简单，好，但是你要去自己去想的时候，因为你一看到就很害怕的话，那就会变难 ，OK？ 所以你一定要相信一个事情，就是这些习题一定就是用你的课本里面的东西你就可以做，好，所以你不要去乱想一堆很高深的技巧。因为这个题目用高深技巧，我也不晓得有没有用。假设你去问那个高年级你的学长学姐啊，他一看到这个，他一定是直接说，哎，这个很简单，好，因为这个我可以算。那以后我就跟你讲，反正这个就是我们下一堂课就会讲到这个，好，答案就是 arctangent A， 好，答案就是它，这个就是 arctangent A。那你现在完全想不出来为什么它是 arctangent A， 对不对？这我们下堂课再说。但是重点是，就算你写出 arctangent A， 你说它小于等于 a 啊，大于等于1加 a 平方分之 a， 你还是有一点，不是有一点，应该是有很多点，搞不清楚这到底为什么是对的。OK， 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你换一个方向去想这个问题啊，整个东西就变得很简单哦。所以很多东西不是说你拿得出式子就一定要猛算哦，有时候不是这样子的。